二虎，都装上车！好嘞，好嘞，哎，都装上，快！快！禀报郡主，刚才士兵来报，其他几路人马也都已得手，还有这些家伙，6大门派无一漏网。做得好，传令下去，低调行事，押6大门派的人立即进城，不得有误。是。郡主，小心龙啸手！郡主，好身手。郡主虽然将6大门派一网打尽，王爷在朝堂之上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过什么？切不可忘了，那武当山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、武功精湛的老家伙张三丰。张真人不但是武功精湛、无懈可击，而且我就不相信呢，他就能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知道人间会有真情实爱吗？他的武功听说已经到了过人之处，我想不是几个药物就能令其就范的吧？嘿嘿嘿，那就得让他知道，他所最关心的人在我们手里，而且是命在旦夕。让他知道，他的爱徒都捏在我的手里。派一个人去呀。谁去？他？我？元真大师当真思为真。这一次，你用我们朝廷的兵力，不但是灭了明教，还一起铲除了各方异己。我想不久的将来，你不但称霸武林，还可独步江湖。哎呀，郡主啊，郡主，可是见笑了。贫僧这一切都是秉承王爷的旨意，为了王爷早日称雄天下。宋郡主，枪是老的辣，我要用你这杆枪去挑落张三丰。武当山，我回来了。江湖险恶，有人暗中挑拨，疑惑武当。眼下武林各派齐集山下，一场劫难又要在武当山发生。我一定要化解这场灾难，让太师傅他老人家平平安安度过100年。太师傅，您老人家还好吗？为什么这么安静？有人吗？大门派的人怎么来武当？贫僧有事求见庄真人。里面请。多谢小道长。各位师叔都不在山上，只有3师叔卧病在床。多谢小道长。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我是你无忌小师叔啊，忘了？是小师叔回来了，就是我啊。你的病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多了。对，把你道袍借我用一下，我去抬3师伯，给他个惊喜。好。
贫僧有事要见张真人。哦，这边请，我去通知三师叔。好。圣人牌告急，空想求见张真人。圣人牌告急，快抬我走，我带师去见师傅。好，慢点。你去多叫几个人，我来带啊。快点儿！师傅，大家请止步，太师傅在闭关。告诉师傅，空相大师求见。太师傅，空相大师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您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空相大师，请。快！祖师爷，空相大师求见。小僧必拜空相，拜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张真人，毕本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呀！魔教突施偷袭，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，或殉死战死，或力屈被擒，仅小僧一人拼死逃脱。魔教大队人众正向武当而来，近日中原武林存亡荣辱，全系张真人一人之手啊！张真人，请看，这是我舍命抢得空性师兄的法体。张真人呐，你说这大仇如何得报啊？魔教如此猖獗，本派的高手竟都遭魔教毒手啊！张真人，求求你了！师傅，人走！禀报三师叔，魔教大队人马到了山门外，他们要见祖师爷，他们还出口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武当派，要将我们武当……住口！这不惹仗，真是霸道啊！师傅，明教正在大举攻山，不知远瞧林州他们怎样？代言，你说该当如何呀？灵虚，去告诉那些人，我便与他们相见，让他们在三清殿等着。是。代言呐，生死荣辱，勿足介怀。我武当绝学绝不能中断。我做官18个月，悟得武学精要，一套太极拳，一套太极剑，此刻
传了你吧。师傅，我们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跟以前的武学截然不同，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我已经年过百龄，纵使不遇强敌，又能再活几年呢？所喜者能于垂暮之年创制这套武功出来。太极拳和太极剑对我们武当来说已经是很欣慰了。远桥、连州、松溪、黎亭、深谷都不在身边，第3、4代弟子中除青书外并无杰出人才，何况他们都不在山上。代言，你身负传承我绝艺的重任，武当一日的荣辱有何足道？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只要能传承后代，我武当派的大名必能垂至千古。来，我来传授于你。这是1万大块以静制动的上乘武学，想不到世间竟会有如此可贵的东西。代言呐，你学会了几成啊？师傅，徒儿于鲁，只懂得3、4成，但是招式和口诀都记住了。那也难为你了。倘若连州在此，当能懂得5成。哎，你武帝悟性最高，可惜他英年早逝啊。若是我传教的3年，定能传授武当这门绝学。这套拳的诀窍就是似松非松，尽断亦不断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前面是武当山，冲上者有赏无罪啊！代言呐，我叮嘱你的言语，怎么忘了？先一把火烧了这道观再说。不能忍辱，岂能负重？谨遵师父教诲。走。这位是我师父张真人，各位来到武当山，有何见教啊？张教主到。怎么会是他？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搞鬼。
难怪了门派一败涂地，不能让他识破。启禀教主，这个就是武当派的张三丰老道，想必那个废人就是他的第三弟子于代言。晚生乃执掌明教之张无忌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王，三生有幸。怎么，魔教教主是如此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名字偏又和我那无忌孩儿相同？不知教主大驾光临，贫道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哼，好说，好说。只是本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彼等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宋大侠、于二侠、张四侠以及莫七侠4位，眼下是在本教手中。他们各自都受了点伤，不过性命却是无碍。受伤，多半是中了点小毒吧。呵呵，张真人呐，你对武当的功夫倒是自负得起。您说他是中毒，那我就当他是中毒了。哦，我那姓殷的六徒呢？殷六侠跟您身旁的于三侠一样，中了那门派的埋伏，四肢俱为大力金刚指折断，死是死不了，不过动也动。开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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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走。晚生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不知张真人听不听得进去？请讲。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若是你可弃暗投明，效忠我朝，我保证你那门下4位弟子绝对平安无事。待我回去禀告皇上，一定给武当立颁书封。官府残暴，多害百姓，方今天下群雄并起，大势所趋。我张三丰虽是方外出家人，却也知大义所在，岂能为势力所趋？你这老道，武当转眼即灭，你不怕死？难道山上100余名弟子个个都不怕死吗？人生自古，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既然张真人如此固执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带走吧。明教张教主坐下，晚辈微笑参见张真人。魏先生，不必多礼。久仰轻易福王轻功绝顶，世所罕有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张真人过奖了。张真人乃是武林北斗，晚辈受张真人称赞，真是荣誉滑滚呐！父王过奖了。姓赵的，你冒我明教之门，毁我明教名声，啊，到底用意何在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？我本来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就算我阴险毒辣了，你便拿我怎么样啊？我拿你怎么样？我拿你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！你先攻僧人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何来历？啊！倘若和僧人、武当有冤有仇，我明教不该多管闲事。可是你坏我明教的名声，瞧罢我明教之众，我微笑。
可不能不管呐！啊！郡主，听见没有？别人都这么大口气了，你还不去试试？他到底有什么本事？是。回父王，在下领教你的寒冰绵掌功夫。请问阁下什么来历啊？我们既然是冒充明教而来，难道还能以真名示人吗？父王这一问，未免太笨了吧？不错，啊，我是问的笨了。不过，阁下愿做朝廷鹰犬，不愿通报姓名，难怪啊，免得辱没了祖宗嘛。哎，明教张教主座下，游行3人不待师傅，说不得参见张真人。大师原来辛苦了。立教教主座下，光明使者白眉鹰王以及4、3人各路人马都上了武当山。张真人，您先休息一会儿，瞧明教上下和这批冒名作恶无耻之徒一较高低。喂，你们张教主呢？叫他出来见我。嘿，你可以再接着继续冒充吗？就你一只毒蝙蝠加一个臭胖子，成得了什么气候？休得猖狂！白眉鹰王在此。鹰王，你可真是老当益壮，先到一步。杨左使客气了，你我2人同时到达，仍然是难分高下呀。只怕你是看在张教主的份上，让我3分了吧？哎，当仁不让啊！我竭尽全力，仍不能快鹰王半步啊！请。杨逍拜见张真人，久仰张真人姓名，无缘拜见。今日得睹尊严，3生有幸啊！殷天正拜见张真人。好啊，2位均是一代宗师，今日大驾同临，训示盛会呀！过奖。好，请。好，请。江湖上一直传言，武当乃名门正派，岂知耳闻不如目见，原来背后跟魔教勾勾搭搭，仗着魔教在撑腰。武当的功夫啊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赵姑娘，你这可是妇人之见，小儿之时了。张真人威震武林之时，只怕你祖父还没有出世呢。小孩懂什么呀？今日我来到武当山，是为了讨教武当绝学。在场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都乐于奉陪。至于本姑娘跟明教的恩怨，我有时间再跟你们慢慢讨。那个张无忌奸诈狡猾，我若不抽他的筋扒他的皮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但是我也不急于这一时。赵姑娘，我们教主少年英雄，我看你小不了几岁，倒不如嫁给我们教主。我不带，看来也相配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张真人，如果你不肯露一手，那就留下一句话，告诉我们大家，你武当派乃欺世盗名之辈，咱们大伙儿拍手便走。让！哎呀，让！哎呀，这儿这么热闹，怎么能没有咱们呢？是啊，见过各位，有礼。明教的人可以再多一点。今日我上武当，就是为了讨教张真人的真功夫。我若想铲灭你们明教，光明顶的路，我不认得吗？张真人，
我刚好有几个不成才的家人，学过几招三脚猫的功夫。张真人，你若将他们3个人打发了，我自认武当派的功夫名不虚传。阿三，郡主，还不快请张真人赐教点拳脚功夫去。是。张真人，请吧。张真人何等身份，岂能和这些低三下四之辈动手过招？就是。阿三呐，快说说你这没用的家伙最近做了什么事情，配不配跟张真人过招啊？最近小人也没做过什么事，只是在西北道上曾跟一个名叫空性的过招，破了他的龙爪手，割下了他的首级。你连空性神僧都打死了，就知道我姓殷的跟你动手过招，让你看看我鹰王的厉害。进门，白明王，你是邪魔歪道，瓦三是歪道邪魔，你要打，咱们另拣日子来比过。今日主人有令，令小人来试试武当派的虚实。张真人，你要是不想下场的话，只需说一句话便可交代，我们也不会多蛮硬逼。只要武当派承认服输，难道还怕我要了你的老命不成？是英兄，英兄的美意，贫道心领了。贫道近年来创了一套新拳，叫做太极拳，自觉与其他武学截然不同。今天，贫道就以太极拳中的招数拆他几招，正好纠正于各位方家。晚辈恭睹张真人神技，多礼了。太师傅，太师傅，太师傅，这位施主想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何必劳您大驾？就让弟子随便演几招给他看看，也就够了。这位施主身怀金刚伏魔的绝技，想必是西域帮派的一支高手。你小孩一招之内，便被他打得筋骨断裂，岂可儿戏啊！太师傅，您教我的太极拳法从来未用过，也不知道成是不成。正好这位高手在，我也可以试试这以柔克刚、运虚遇实的法门，那不是挺好吗？此人内力雄强无比，生平所遇人物只有本市绝远大师郭大侠等寥寥数人，才有这等修为。他助我疗伤，显然并无大意。他是什么人？我以年迈混庸，能有什么好功夫教你？你要领教这位施主的外家功夫，那也是好的，千万要小心。太师傅，您对孩儿恩重如山，哪怕我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报答太师傅和各位师伯的恩情。我武当派不敢说天下无敌，但是要对付这种西域门派的手下，您是可以放心的。好，小孩儿，发招吧！我学的这套拳法，乃是我太师傅张真人多年心血所创。晚辈出行大练，未必即能领悟拳法中的精要。30招之内，若不能将你击倒，那说明是我学艺未精，而不是拳术本身的问题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世上还有这等狂妄的小子！哎，三弟，不可轻敌。大哥放心。好。
师傅，是他用大力金刚指伤了我。是金刚指又怎么样？谁叫你硬成英雄好汉，不肯说出屠龙刀的所在了？这20年的残废滋味好受吗？啊！多谢了，多谢你今日言明真相。我没想到，我这一身的残疾，却是你西域金刚门下的毒手。只可惜我的好武帝呀！你的心肠也忒歹毒。没想到苦会禅师传人之中，竟有施主这等人。苦会是什么东西？这位施主，想必是火攻头陀的传人吧？你不但传承了他的武功，还传承了他的阴狠歹毒。那个空相是你的师兄弟吧？不错，他是我师弟，可他不叫空相，法名刚相。哼，张真人，我们金刚门的般若金刚掌，跟你武当派的掌法比起来怎么样啊？远远不如，他早已被我师父一掌击下山崖。啊，阿三，拿黑玉顿须膏来。拿来！你小子给我扣3个响头，我就饶了你；要不然，看见没？那个姓于的，就是你的下场。你孩子，过来。太师傅，不可冲动，用意不用力，太极圆转，无始断绝，当得计得势，令对手其根自断。一定要记住，务必节节贯穿，如长江大河一般，滔滔不绝。去吧。小孩儿，临阵学武，未免迟了些吧？哼，刚来得及，正好叫阁下试招。去吧。武当派太极拳功夫如此神妙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师叔，你没有见过吧？阿三，我劝你改个名吧，就叫做阿转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多转几个圈也不算你丢人呐。是啊，古人不是说36计转为上策吗？啊，当年梁山伯黑旋风不就是这么转的吗？阴六侠回来了！李婷，你这是师父？师父，第一次回来就好。
回来就好啊。师傅，就是他们围攻我的。快抬到里面疗伤，快！郡主。二弟，终于肯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张教主。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，假扮起小道童来，然后太师傅长，太师傅短的，一点都不害羞。我先父翠山公，正是太师傅座下第5弟子，我不喊太师傅喊什么？有什么害羞不害羞的？就是，他是无忌，正是无忌呀！无忌，孩儿张无忌，叩见太师傅和三伯。师叔仓促，未及禀命，还请太师傅恕孩儿欺瞒之罪。无忌，真的是你吗？原来无忌没死，无忌还活着。太师傅，无忌活着，无忌每天都在想着你老人家呢。无忌，快起来！真的是你呀，太师傅。尹兄，恭喜你呀！你看，有了一个多好的外师。是啊，张真人，恭喜你有了这么一位好徒孙呐！呸！什么好徒孙、好外孙？就你们2个老不死，才能养出这么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。阿大，郡主，拿去试试他的剑法。是。此剑乃峨眉派所有，怎么在你手上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倚天剑跟峨眉派有什么关系吗？此剑是灭绝老尼从我家偷来的，现在是物归原主，你明白吗？赵姑娘，请把黑玉断续膏给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哼，感激不尽，此话当真吗？你可知道空文、空智、武当的宋远桥、于连州眼下现在何处啊？在下不知道，请姑娘明示。我偏不告诉你。现下，我想将你碎尸万段，以报当日在绿柳山庄你对我的轻薄之罪。赵姑娘，这黑玉断续膏给是不给？你想要黑玉断续膏？行，你只需答应我3件事，我便乖乖的双手奉上。什么事？我现在还没想清楚，等我想到了，我说1件，你便做1件。那怎么成？难道你要我自杀，要我做猪做狗，我都得答应吗？我不会要你自杀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，就算你肯，你也做不来哦。
那你先说吧。如果不违背侠义道德，而且我能做到的，我可以答应你。好，阿大，把这臭小子的臂膀给我斩下来。是，张教主，主人有命，叫我斩下你的2条臂膀。放你狗头皮！你不如砍下你自己的双臂。哈哈哈哈！你说的也有道理。那你快动手啊！先不必忙，吹牛吧！无忌，我创的太极拳你已学会了，另有一套太极剑，不妨也传给你，可以跟这位施主过过招啊！多谢太师傅。这位施主，晚辈剑术不精，需要我太师傅指点一番，方能与您过招，如何？好，那我就给你2个时辰学招。用不了2个时辰，我在这里现教，他在这儿学，即炒即卖，新鲜热辣，用不了半个时辰他就学会了。好，那我就在这等你。我的这套剑法是初创，也不知管用不管用。阁下是剑术名家，正要请你瞧瞧，指出其中的破绽。阁下原来是八臂神剑方长老。阁下堂堂丐帮长老之尊，何以甘为旁人私仆呢？哎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这怎么可以呢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开玩笑吗？老朽百死余生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你还提他做什么？再说了，我早就不是什么丐帮的长老了。老道这路太极神剑能得八臂神剑指点几招，真是荣宠无量。无忌，你有佩剑吗？没有。这儿有。是木剑，这不是用来画符捏诀、做法驱邪的吗？